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尼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家第27季第16集。难得的休息被一片落叶打破，暴躁辛巴清理了树上所有叶子。正在这时，辛巴看见了隔壁正在喂鸡的邻居，看着他用新鲜鸡蛋给孩子吃，那色泽，那流心，把辛巴羡慕的不行。自家鸡蛋也不香了，还说谁会珍惜已经得到的东西啊？这句话还是有点道理的，毕竟只有得不到的才会永远在骚动嘛。孩子们也纷纷表示了附和，辛巴像是得到了支持。半夜3更带着小新去偷邻居家鸡蛋，不得不说鸡蛋还是别人的香。尝了一次甜头之后，这父子俩就停不下来了。第二天晚上又想去掏人家鸡窝，打开一看正撞到主人，邻居当然是生气的不行，就在鸡窝上挂了禁止偷窃的牌匾，不能偷了，你就只有自己养鸡。好在家里的鸡还算争气，很快就吃上了自家新鲜蛋。虽然其他家庭成员对他赞不绝口，可辛巴和小新却觉得味道不对。为了验证是不是偷来的东西更好吃，两人展开了科学的实验，控制了自家和邻居家这个不变量，把食物从鸡蛋换成了薯片，得出结论，即使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依然是从邻居家里偷来的好吃。然后他们又开始了偷鸡蛋，既然已经被发现，就无需掩饰了。大白天捧着一大堆鸡蛋往外走，还非要邻居拿着水枪追着他们跑，说这样才能有那味儿。不仅自家鸡蛋被偷，还要被迫玩角色扮演。虽然很欺负人，但是邻居还是很配合，表示他们高兴就好。这样的好邻居，给我来一打！既然偷来的鸡蛋更好吃，那家里的鸡就没有喂养的必要了。每天来玩一场主人与小偷的游戏就好了。于是这些小鸡就被送到了研究所，他们会被用来培训以作为上火星的第一批鸡，同时还会训练一些能够上火星的人。其他人可能听听就算了，但是辛小妹却动了真心，没有给家里人说，直接就报名了参加10年后的火星计划。辛巴和辛妈当然是极力反对，辛妈更是不间断的劝女儿放弃这个可怕的想法，比如说一辈子都见不到啦，永远都不能互相抱抱啦，再也不能吃到妈妈做的饭了。可是辛小妹是铁了心要这么做，任由辛妈好说歹说都要去，母女俩就这样对峙着，大战一触即发。就在这时，辛巴把辛妈拉到一边，把自己多年和女人打交道的经验传授给她。如果他想让辛小妹打消上火星的念头，就要全力支持她。这并不是在说笑，因为女人就是会做一些别人非不让你做的。辛妈也想到自己好像就是因为妈妈不让，所以自己才非要嫁给辛巴，有点道理。这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欲擒故纵，所以现在只需要假装对这件事毫不在意，然后等她自己想通了，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于是当晚趁辛小妹还没有睡觉的时候，辛妈就来找她谈论这件事。飞书地球在辛妈嘴里变得像出国旅游那么简单。她表示如果这是女儿想要的，自己一定会全力支持。辛小妹大为感动，接下来就是静静的等待。谁知道一段时间过去了，辛小妹的兴趣不减反增，天天在家里研究去火星。辛妈自然十分着急。辛妈表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主意，那就是全家人陪着辛小妹一起去火星。当然不是真的打算去，就是为了劝她放弃。如果说强烈反对导致是她一定要去，那么强烈支持应该就是马上就会不去。可惜的是，辛小妹已经看透了一切，辛爸的计划起了反效果。他们越是想靠心理战术让辛小妹放弃，他就越是想要等到他们率先放弃。一家人很快都加入了火星计划，不久都进入了模拟期中。辛妈为了让妈妈能够尽快放弃这件事儿，故意把厚厚的说明书拿给她读。谁知道当辛妈看到里面都是讲关于清洁的，立刻就来了兴趣。毕竟她的家里也是做这些事儿。辛小妹眼见自己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还让辛妈对自己都觉得无聊的事有了兴趣，还现学现用就开始清理书的封面。这可彻底勾起了辛小妹的胜负欲，立刻就拿起了书也开始清理封面。别人都是抱着私心才选择去火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目的单纯，是真的想去，真的喜欢，所以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但是辛妈出现让一切都变了。辛小妹觉得自己从主角变成了衬托，正所谓你妈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辛妈利用家庭主妇的经验，很快就学会了转化利用水资源，还为模拟器里的人们准备食物。看着大家都称赞辛妈，辛小妹气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半夜所有人都睡了，辛妈还在看清洁说明书。这件事就像是你准备高考的时候，你妈看书比你还用功。而且辛妈对太空舱的一切了如指掌，还帮助辛爸打开了扩展床位。永远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懂得比妈妈更多。就这样，辛妈每天都开开心心在太空舱里混得如鱼得水，而辛小妹则无处不闪烁着她嫉妒的小眼神。辛妈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她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等辛小妹厌烦了，然后把她带回去。辛小妹丝毫没有发现自己去火星的动机已经变成了想去，变成了想要比
过妈妈，陷入嫉妒的新小妹做事也总是出错，新小妹的心态已经出现了问题，这就意味着她注定比不过享受太空生活的新妈。果然，研究院对新妈大加赞赏，表示她比那些老师的宠儿书呆子好太多了，就差指名道姓说比新小妹好了。以为我听不出来嘛？新小妹当即就不乐意了，表示要跟新妈单独谈话，已经积累了几天的嫉妒和愤怒。新小妹也不想再跟新妈玩什么心理战术了，她表示自己已经了解新妈的计划，直接让她退出。新妈倒是觉得待在这里也不错，还能照看新小妹。你妈毕竟是你妈，新妈早就看透了新小妹的心思，她一语道破了新小妹就是不喜欢自己和她一样能够成为合格的火星人，内心想法被捅破，新小妹自然是死不承认，恼羞成怒说母亲无论是在地球还是火星都只是个主妇，还有更狠的话说新妈是她最不想一起上火星的人。就算是女儿的话如此伤人，新妈还是表示自己跟定了。话不投机半句多，新小妹摔门而去。正所谓忍一时，越想越气。回到家后，新妈就开始发牢骚，这孩子说话也太伤人了，一点都不尊重自己的母亲。新爸开始了他的和稀泥3步走战略，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真遗憾你要经历这样的事。不得不说，这种方法对愤怒女人真的很有效。小新很显然得到了新爸的真传，一字不落就让妹妹气消了一大半，计划赶不上变化。原本有10年的时间等待新小妹放弃，可突然计划提前到了周4，其他人听到后都走掉了，最后就只剩下新妈和新小妹。偏偏在这最后时刻，新小妹还是要跟新妈一争高下，挑衅新妈，说她就是不敢去火星。要说平时估计也就算了，再说点好话就把小姑娘劝回去了，毕竟没必要和孩子一般见识。但是前有不尊重自己，后有挑衅自己，况且女人本来就是感情用事的生物。新妈估计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去就去，谁怕谁。研究会当即宣布2个人将是火星第1批居民，这可吓坏了家里的2位男同胞。原本他们只是隔岸观火看个热闹，谁知道现在事情闹大发了。本来想等到他们自己放弃，可惜啊，转眼2人就已经坐上了火箭。在离开地球的最后一刻，母女2个终于敞开了心扉。新小妹道歉自己不应该怀疑妈妈，除了新妈她不会想和任何人一起去火星。打开了心结之后，2个人终于承认了自己根本不想去火星，可惜已经晚了，无论如何都解不开安全带。倒计时结束了，并没有想象中火箭发射的声音。不幸中的万幸，这只是一艘假火箭。不过看样子母女俩从这件事学到很多，无论在哪里，她们应该都不会再脑子一热做出什么举动了。可惜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若干年后的火星，他们再一次为了去金星而争吵。女人之间的战争是不会有彻底停火的一天。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